你这是要走？走。我们好不容易顺利的闯过了这一关，为何你还要走呢？一关一关又一关，谁知道下一关是什么等着我？在你们祈福演的累死了，不累死也要憋屈死。那你不是答应要助我一臂之力吗？不助了。你不是答应帮我捉豺狼吗？不捉了。好，那你决定要走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要走，便早些走吧。好在老太君想的周全，已经替我物色好了另一位女子。我齐天磊素来讨厌一夫二妻，我曾经暗自许诺，绝不娶第二个老婆。我既与你成亲，那小女子，我便看都没看一眼呢。我心向明月，只装得下扬威武馆李小姐一人。奈何李小姐非要走，那便罢了。强扭的瓜，不甜。不过呢，好在那小女子比李小姐漂亮得多，也娇美得多，也柔情得多。怎么，你还不信？我给你看看她的小象。哎呦，还真是个美人儿啊！想看啊？给你看看。怎么样？是比李玉虎要漂亮得多吧？讨厌。鸟语花开春空尽，为一缕香追忆。别走好吗？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我不要什么大家闺秀的小女子，我只要李玉虎。你是真的喜欢我？你还真是个笨蛋！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我齐天烈满心满眼都是你吗？我又不可能钻到你心眼里。我不知道。以此为证。怎么，还是不信？鸟语花开春空尽，为一缕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千金出山还差风雨洗，燕归落汤溪。如此呢？既然你信了，那便好。弃恨之子都不舍一世，情恨之子都不舍一世。
没想到这个别院还有这么一条暗道，真精巧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。那咱们这次就玩它个够。好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杨子，我这招偷天换日如何？还行吧，只是不知道可以瞒多久。是，所以咱们也只能将计就计，速速寻找证人瞎眼老太，然后赶紧回来才行。哎，我都好久没出来玩了，在你们齐府都要待烦了。这次出来得好好玩一玩。哎，你知道江州有什么好玩的吗？你想玩的应有尽有。那跟你走吧。走啊，跟我比一比。行。去。夜色太寂寥，忆起两人之俊俏，一阵相思空念你的妙。清风落嘴角，吹来愁绪红尘飘，一地思念纷飞后人扫。我要在星夜出逃，借月光皎皎，捕捉你的笑到天涯海角。举上夜色千万飘，和着思念熬，熬出缕缕情丝之间绕。我要在今夜醉倒，半月光皎皎，想念你我喜欢这个。好一地动山摇，喝一口美酒良宵，喝着相思药，梦里和你一起等破晓。娘子别打！哎，让你吓我。娘子，哎，去那边，去那边。各位朋友，江湖九流聚兄弟，出门在外靠朋友，顺风耳、千里眼、欲寻宝驹、找马眼。这谁呀？原来是道上的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您说，但凡是我们知道的，必定告知。诸位兄弟，你们可否认识一位瞎眼老太，年约50岁左右？他的儿子也曾做过乞丐，还曾跟随贵人逍遥过一段时间，却在1年前离奇的死了。朋友，这单生意我做不了。酬劳可谈。你们不是江州人是吧？的确不是江州人士，但俗话说，在外靠朋友，请各位兄弟卖点面子，给些消息。朋友，我们只是来打听一点消息，并无敌意。方才这位兄弟说做不了，这做不了3字，况谓含糊。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此事关乎诸位的身家性命。2位贵人睿智，我等不便趟这趟浑水，还请2位朋友莫要再逗留，离开此地。兄弟，你不便说，我们也就不问了。这些钱财，你拿着，给诸位兄弟分一分，买些吃食。
此事我们说不得，不过二位可以试试去逍遥楼找二包神，他法眼通天，只要银钱给的够，什么消息都可以在他那儿买到。多谢。官爷，刚才有对年轻夫妇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。什么人？听口音不像江州人士，那男的一副白面小生的模样，那女的倒是有几分姿色。哦，对，还有点江湖气。这样，你带兄弟们，一面继续暗中打探那个老太的消息，另一面给我死死地盯紧了这2个可疑的人，一旦有任何消息，立马来报我。是。客官，请。二位客官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吩咐我。哎呦，王公子，好久没来了呀！多赢点，多赢点。那儿呢？这逍遥楼原本就是做这类生意的，鱼龙混杂的赌场，消息自然灵通了。走吧。等等，去这种地方打探消息，自然要有些门道。门道？齐三公子锦衣华服，腰带玉佩，头戴玉冠，富贵非常。可就是这脸嘛，我脸怎么了？这脸白白净净，斯斯文文，就是这眼睛太精明了一些，一看就会骗人。我如此温和敦厚，又怎会骗人？你可不要冤枉我。可是我这法子就得要会骗人。这是我糊涂了，明明刚刚入住客房的是一对恩爱小夫妻啊！哎，你可要记住了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鲜少出门的阔少，人傻钱多的富家子，反正不能把你的精明劲儿给露出来了。哎，小生初次进城，虽然家财万贯，但也只知之乎者也。今日偷跑出来，想找个乐子。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，那你也要记好了，你现在就是地痞无赖小流氓，可千万要小心谨慎。如遇凶险，我一摸鼻子，你便要小心收敛。嗯，记住了，走吧。站住！站住！追他！站住！别跑，乞丐！别跑！站住啊！起来！跑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给我打！看什么看啊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说，今天给那对找老妇的人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呀，大哥。小混蛋，你
想找死是吧？大哥，饶命！赶紧说，要不今天要你小命！我说，我告诉他们去逍遥楼打探消息。以后给大爷管好自己的嘴，走。这位公子，看您贵气逼人，紫气东来，今日定能财源滚滚啊！公子，里边请，玩两手，瞧瞧。瞧瞧，公子请。请。兄弟，买大买小啊？大。哼，122，你输了。大哥厉害，小生佩服。再来一局吧。好。我还压大。哈哈。再来。哈哈哈！输了，你今天运气不好。怎么还要来？你这次输了，身上这件衣服可就保不住了。来，大。小兄弟，你的骰子我来帮你开。哼，爷爷，我今天手气好得很，不需要。大，是小生赢了，是小生赢了，小生赢了！这是作弊，不算。哎，这可是我们逍遥楼的东家，大度有容、笑口常开的耳报神，怎么不算？哼，原来是大东家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失敬失敬。小兄弟，这么好的手气，得再玩两把。我错个东。那我就再陪您玩两把。请。我也要来，乘胜追击方能破敌。再来一局，我全下。好。你呢？我压大。3个1，豹子，庄家通吃，胜！好嘞！嘿，小兄弟，赌局的规矩，愿赌服输，你这是要砸我场子呀？啊！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当然不敢砸您的场子了。对，我是觉得这赢了就走的话，多少有点不太道理。嘿，说得对，但你还有钱吗？你看这三少爷、三少奶奶，从昨天起到现在，一直在内院没出来，哪有这样养身体的呀？莫不是三少爷憋在房中，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能进！你这是做什么？还不快把他拦出去！不是，我是担心三少爷，你看他一天没出来了。三少爷服了药睡下了，任何人都不许打扰，快出去！哎，好。以后谁要是再敢胡乱进内院，
我就去告诉三少爷。到时候回了齐府，老太君要是怪罪下来的话，我看你们谁担得起。小七姐姐，我们不敢。快出去！昨日三少爷一天没出来，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？小姐，少爷，你们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小心我撑不了多久了。少爷，少爷，喊什么？唯恐整个齐府都听不到你喊是吧？少爷，这是老关的消息。哎，少爷，就我那马车夫也来消息了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就那马车夫说吧，就三少爷和三少奶奶在别院中，然后终日在内院里面，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也不露个脸儿。就他那小丫头在门口守着，也不让见人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呀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他们此刻根本就不在别院当中。不在别院，那在哪儿呢？去，把消息给老关传过去。是。大叔，您知道白雀庵往哪走吗？白雀庵，不知道。多谢。哎，请问您知道白雀庵怎么走吗？白雀庵呀，你们顺着这条山路一直走，再向东行，半山腰上就是了。多谢。不用谢。走。走。打扰二位，不知你们二位是否见过一位年龄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？大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看见过一位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有看见。 50岁左右的瞎了眼的乞丐老太太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瞎了眼睛的老太太？没见过。没见过。有没有见过50多岁的瞎眼老太？多谢。没见过。多谢。
道是这耳报神给的消息有误吗？应该不会。江湖中人各有各的活路，耳报神在江州这一块就是吃卖消息这口饭的，他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我都当了1天小偷了，我要当大侠。木剑给我，小偷，你可要小心了。现在我换了身份，当大侠了。嘿，对呀，换身份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想到什么了？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，为保性命，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，不再是乞丐。不再是乞丐。可是这庵里除了乞丐，那只剩……我明白了。哎，小师太，请问一下，你们庵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？你说的是陆玄师太吧？他此刻正在斋堂用斋饭呢。多谢。走。来，我帮你。你啊，多吃点这野菜啊。如何？打听到了，师傅法号陆玄，去年刚到庵中来剃度，在此之前无依无靠，四处流浪。那就8九不离10了，就是他。走。打扰2位师太，我们夫妻2人初来乍到，想讨一口斋饭，不知可否应允？啊，2位施主，快快请坐。多谢，多谢。多谢。近来庵中救济的贫困灾民越来越多，开支越来越大。为了节俭，斋饭中多选用野菜作为辅食。幸好有我们的陆玄师太颇懂烹饪之法，每日换着花样的做斋饭，倒也颇为有趣。2位贵客，尝个鲜吧。好。没想到这区区野菜，竟然也能做出如此美味。全林州的厨子都做不出这样的美味。来，加点菜啊，再吃点这个。来，给。 2位师太感情很好啊。啊，住持师太慈悲为怀，他可是陆玄师太的救命恩人呢。哎，你且出去看看，看看香客们的斋饭可做好了吗？是。 刚才那位小师傅说救命恩人，不知是陆玄师太早年间遭受过什么劫难吗？都是些陈年往事，不提也罢。这说来也巧，我们夫妻2人的一位朋友是江州人，去年家中遭遇横祸，不得不离开了家乡。在离开江州之前呢，他曾经接济过一位瞎眼的乞丐老太。 得知我们夫妻2人要来江州之后，便嘱托我们要来探望探望他，想知道故人是否安好。我的这位朋友名唤寂静堂。长什么样子呢？
死我了！看什么看？怎么，只许姑娘方才偷看我，就不让我看你了？这扬州来的姑娘，好生霸道。我看你呢，我看你是因为怕你是个病秧子。这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那姑娘方才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，我是否是一个病秧子短命鬼的长相呢？长得倒是挺俊俏。还行吧，五官还算端正，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说得好啊，确实是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。没想到成个亲这么麻烦。我也一贯讨厌那些繁文缛节，又是拜堂又是磕头的，留着我们二人在这里守着什么规矩，像个木偶一样。我爱娘子在我这儿，不必拘束。饿了吗？来一块。都快饿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就着酒才好吃。哎，你这个病秧子，当心喝太急了。怎么，瞧不起我们病秧子啊？那咱们来比试比试。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这酒也太辣了吧！一喝就不是什么好酒，没有我们扬州的酒清甜干爽。那好，那咱们就换一种喝法。这满柜子的书哪有好酒啊？你莫不是喝多了眼花？这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。这书中还有好酒不成？娘子，猜对了。
哎，且慢，娘子刚才不是说要比试比试吗？比什么？咱们就比比，用这青梅放在这2只碗中，若是娘子猜中了，那便我喝；但若是娘子没能猜中，那便娘子喝。我啊，可是火眼金睛，你输定了。好。来吧，这个确定在这儿？这个确定？就是它。娘子，你输了，喝吧。那肯定是这个。哎，若是没能猜中，便要再喝一杯了。喝就喝。哎呦，不好玩，不好玩。我在家玩的都是投壶之类的游戏，真刀真枪的。你这些莲子果子，有什么意思吗？娘子喜欢玩投壶啊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这也没有剑，也没有壶，怎么玩投壶啊？没有这些东西，我给你变出来就是。娘子，请吧。还挺有办法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娘子，若我2只并头都中了，按照这投壶的规矩，可算是我赢。你投吧，我才不信你会中并蒂莲呢。那就看好了。哎呀，娘子，你又输了。哎，今天运气真好啊！哎，原来没功夫呀！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，公子？公子，你别死啊！公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快醒醒，公子，怎么办呢？他是个穷兵之人，我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在为我伤心吗？娘子，你别哭了。娘子，是我错了，惹得你生气了。我才不是什么，我可不是那种任人欺负的弱女子。嫁过来给你冲洗，已经够气人了。这都怪我这身子连累了你。
你跟我想的不一样，你这是需要冲洗续命的孱弱公子。如假包换。看你又喝酒又投壶的，真是古怪。这人世间的事，一两句话说不清楚。你反正已经嫁到戚府来，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是冒牌的齐天磊。可是，我是冒牌的杜冰叶。倒是你，这扬州来的大家闺秀，怎会是如此做派？谁说大家闺秀就得摆着了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习惯，就像你说的，这人世间的事儿，一句话两句话讲不清楚。我个性为何这样，日后跟你说。好，这样的性子倒也好。我也不喜欢那端着板着的大家闺秀做派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亥时二更，熄灯入梦。这时辰已晚了，你我就歇息吧。你自己先去睡吧。这洞房花烛夜，哪有一个人睡的道理？我刚来林州，水土不服，身子有些不适，所以还是各睡各的吧。定是他害怕与男子同床共枕。原来如此。这儿怎么只有一张床呢？这洞房内怎会放2张床榻？爸，今晚我便睡在此处吧。那怎么行？要睡也是我睡。哎，我一个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睡这儿呢？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不用再争了，我睡着。哼！鸟语花开春空气，为一缕余香追忆。一色流烟30里，竟无人怜惜。清尽出身风雨息，雁归落汤溪。一叹不知你归期，而叹忆往昔。两情纵难饮苦泣，时怪相思已无药可治。难忘当时为爱的坚持。两情纵难饮苦泣，时败在一念之间消失。弃恨至此都不舍一世，情恨至此都不舍一世。你不是睡觉吗？吓死我了！你就是个病秧子，我会怕你？你别哭！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我堂堂一个巾帼女英雄，怎么能让病秧子睡榻上呢？
你想干嘛？不干嘛。昨晚睡得如何？还行吧。还做了梦呢，梦到了扬州的灯会。倒是你，昨天晚上委屈你了。哪有？我在那儿睡得也挺舒服的。不过，倒是你们扬州这规矩有些古怪，你怎么穿着鞋子睡觉啊？当然是为了防你们林州人。防着林州人？愿闻其详。主要是防你。防我？我有什么可防的？防止你在我熟睡的时候往我身上塞小娃娃，那可就麻烦了。你这话是听谁说的？没人跟我说过，我自己知道。杜小姐，你尽管放心，若是我齐天磊趁人之危，你想怎样罚我皆可。那我就废了你。你要废了我？这自古女子出嫁从夫，不应该是温婉顺从才是吗？呸！烦都烦死了，出嫁从夫，真是不公平。自古以来，男子犯了错，女子得忍气吞声；女子犯了错，不管是多小的错，男子就任意妄为。娘子高论颇有见地。既然如此，那倘若我齐天磊犯了错，娘子就写封休夫书，把我扫地出门，如何？好啊，要是你犯了错，我就拿个大扫把把你扫地出门。好。我还有一件事要问你，你是扬州本地人？当然了。那你会讲扬州话吗？扬州妹，天秋浓，耍棍耍枪好把式，吃到小云霄，3文钱一亩。他一个大家闺秀，怎会知晓市井天桥的小吃价钱？快点，小姐她们已经要起床了。这是干嘛？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师傅给的灵丹妙药已经止住了。少爷，请吧。请。小许姐，快来一下。我自己会洗。床单上有血迹，真的？我看看。快去告诉老太君，这样她可放心了。是。
少爷、少奶奶，请你们俩用完早膳之后，去向老太君请安。好，知道了。傻丫头，有福都不会享。这将军府你不待，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才不在这儿待呢，这比坐牢都难受。哎呦，说的也是。我听说呀，这府里都死了2位夫人了，吓得我呀，连夜都不敢过。哎呀，那陆小姐她怎么办呀？我呀，给她灌了睡眠散，她没有2天醒不来。能醒吗？怎么不行？哎，你走不走？自身都难保了，还管她干什么呀？走吧，走吧。奶奶，这齐府怎么清一色都是女人啊？阴盛阳衰。咦，你看看这个，刚刚还好好的，现在又咳嗽了。明艳，还不快跟奶奶奉茶？啊，天磊，快坐下啊！哦，老太君慈眉善目，像是佛堂里的菩萨像。冰燕见了就想更恭顺一些，好好给您敬茶。老太君，请喝茶。哎，祝老太君福寿安康。小喜教我的词，我想不起来了，怎么办啊？哦，是吉祥话。祝老太君增福增寿增富贵，天光天彩天平安。好，我喜欢这句话。小巧，来，这是给你的。多谢老太君。奶奶，这新娘子头一回见你，自然是有些局促，还不快开口叫奶奶？多谢奶奶。哎，冰燕，那位便是母亲大人了。婆婆，请喝茶。祝婆婆福寿安康，青春永驻。好，娘也祝你们小两口啊，从今以后相敬如宾，举案齐眉。来，拿着。
多谢婆婆。乖。还有那位，便是二娘。冰燕呐，你累了，去歇一会儿吧。有些礼数是不用的。那礼数也是不能少的。三少奶奶早生贵子。多谢二娘。快坐吧。生儿，不得对嫂嫂无礼。燕生，不许胡闹。小巧，你带他到外面去玩。是。二夫人，燕生虽然是个哑巴，但为人之母，你应尽守教养之责。如果任其这么疯疯癫癫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一点，你应该明白。老太君教训的是，儿媳谨记。来，燕生，这老太君在里面说话呢，这里不好玩，到那边玩去。哎，燕生，听话，听话啊！柯少爷，柯少爷，您回来了，一路辛苦了。小巧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外祖母，哎，回来啦！回来了，辛苦了。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外孙柯世昭，这是你弟妹杜冰燕。世昭见过表弟妹，实在是因为昨日商务纠缠，所以没有赶上如此盛大的庆典，还望表弟和表弟妹能够见谅。表哥客气了。外祖母，齐家14家商行的账目均已理清楚，还望年老过目。老太君，请过目。好，这些都放到我房间去吧。世昭啊，坐。好。世昭和天磊都是我的心头肉啊。世昭父亲走得早，母亲又不懂做生意，我就把他带到齐府里来教导。唉，天磊呢，身体不好，商行的事又多，我就让世昭当了天磊的帮手。唉，我在想，总有一天，让世昭帮着天磊一起顶起我齐家的门户。世昭口齿伶俐，办事干练，这3年来为我齐家是尽心竭力，是个能堪大用的好孩子呀。年老过奖了，世昭不敢当。对了，世昭此次去福建，特意亲自选购了一件礼物，还望表弟与表弟妹能够笑纳。好漂亮。真是漂亮。漂亮。天磊，磊儿，天磊，天磊，天磊，
没事吧？蕾蕾怎么样啊？啊，蕾儿，天蕾啊！这郎中可真奇怪，看病都不让人瞧。刘先生医术高明，只是看病的时候有个规矩，不许旁人瞧的。仙夫人怎么还不醒啊？是啊，都睡了2天2夜了。仙夫人真漂亮。是啊，真美啊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夫人，这是荆州的将军府。梅香呢？张媒婆呢？不是说好了要回扬州的吗？夫人，他们已经回去了。回去了？是夫人，昨天走的。怎么就回去了呢？留我一个人。夫人真会说笑，花轿到了，他们自然就回了。夫人，请梳洗更衣吧。夫人，请梳洗更衣。你们不会将错就错，把我送到荆州去吧？哎呦，哪能啊！哎，小姐，您这一天水米未进的，我跟梅香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以后的事儿啊，以后再说。不忙梳洗，也不必更衣。我要去见将军。夫人，将军此时不在府里。夫人，咱们府里规矩多，没有将军和李总管的允许，绝不可擅自乱闯。你们不必为难了，我自己去。夫人，夫人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夫人不可乱闯。他已经娶了2位夫人了，而且都是被他折磨死的。被总管知道怎么办呀？快去拦着夫人！夫人，夫人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必须马上告诉袁不屈，花轿抬错了，我不是李玉虎。快去拦着呀！夫人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怎么办？要不要追啊？快追啊！走，快走！天雷，我儿啊，你可觉得好些了？母亲，孩儿有一事请求。只管说，你需要什么，娘立刻帮你办到。孩儿想在那张床榻上加置一床被褥。这，哎呀，你们这新婚燕尔的，要2张床榻做甚？那娘何时才能抱上孙子呀？娘，孩儿需将养身体，仍需节制啊。
将军。夫人认错了，我不是将军，是将军府的大总管李成。夫人，一路辛苦了。李总管，请问将军在何处？您暂时还见不到将军，他奉旨平息叛乱，戍守边城，已然出征去了。可我等不得呀。您是堂堂的将军夫人，自然应该在府中等候将军回来。将军临走时吩咐，让新夫人在府中静候，待他凯旋再行婚礼。可我根本就不是新夫人啊！此话怎讲？你们的新夫人是李玉湖李小姐，而我姓杜，叫杜冰燕。那天我们在扬州仙女庙上错了花轿。夫人，您当我是3岁的小孩吗？我没骗你，那天是李杜两家同时送嫁。好了，夫人，您不必多说，送夫人回房，要小心伺候。是。你，夫人请。